百期详解红白机全游戏巡礼。大家好，我是雷文。科幻题材是游戏里常见的主题，原来的很多科幻题材游戏喜欢搞近未来地球被入侵的这种设定，像是纽约、东京这些城市在游戏里已经被毁灭了无数次了，即便是帝国大厦被烧得呲溜冒烟，自由女神像倒在路边，人类还都有救。今天这期就有好几款这种科幻题材的游戏，其中有的是大名鼎鼎的，有的你可能并不熟悉，但绝对都是好玩的作品。下面就进入今天的游戏介绍。2010街头快打，这是卡普空的一款动作游戏，名字是这么翻译的。再看看英文和日文的原名 Street Fighter 2010，没错，就是街头霸王。实际上早年在街霸2推出之前， Street Fighter 很多时候都被翻译成街头快打或者快打旋风。本作先发行了日版和美版，美版的游戏名多了一个副标题最终之战，并且被定义为1987年街机上的初代街头霸王的衍生作品。两个版本虽然游戏的内容结构基本相同，但有着完全不同的故事设定。日版的故事里，在2010年，人类已经殖民了其他的星球，在这个人类与外星人交织的社会当中，人们饱受半机械罪犯的困扰。何塞博士发明了一种寄生装甲昆虫，被用于犯罪。被这种寄生虫感染，能得到比半机械人更强的力量。主角凯文·斯特拉克是一名半机械人的美国警察，他要和这些罪犯对抗。美版是另一个故事，主角变成了街头霸王里的肯，赢得了街头霸王大赛的冠军。已经过去了25年，肯成为了一名科学家，并发明了一种名为赛博普拉斯的新型物质，能够赋予任何生物超人的力量。肯在实验室的伙伴特洛伊被谋杀，发明的物质也被偷走，他为了追查凶手展开追击，后来却发现特洛伊假装被杀，他才是罪魁祸首。主角的造型很酷，戴着墨镜，除了头部以外，全身都覆盖着盔甲。本作有不少创新的内容，人物能使用的动作非常丰富。常规攻击按 B 键发射能量弹，攻击结合方向键左或者右，可以发射弧形的强力射击，比普通攻击射程更远，威力更大。结合方向键下，用脚踢出能量弹，这时攻击方向是斜上方。按住方向键上，朝正上方攻击，跳起后在空中也能攻击。按 A 键跳跃，垂直起跳后按相反的方向能使出翻滚跳跃，这是一个紧急闪避的动作，后空翻时不会受到敌人的伤害。翻滚的过程中还能向下方攻击。面对墙壁或柱子等物体跳跃时，按方向键上可以攀住墙壁，这时可以上下爬行。如果是在柱子上，按左右方向键还能绕到另一边。屏幕底部有角色的血量，生命值的右侧是能量弹的等级，每收集2个强化胶囊提升1级，能够增加能量弹的射程和威力，最高到5级。此外还有2种强化方式，拿到分身胶囊后，背后多出一个光球的分身，这个分身能对敌人造成伤害。拿到翻转护盾胶囊后，角色再做出后空翻的动作时，脚下会出现一个护盾，也能对敌人造成伤害。游戏总共有5个大的关卡，分别对应不同的星球，每个关卡又划分成许多小的区域。要进入下一个区域，必须开启通往下个区域的次元门，并在10秒钟内进入。有2种情况，一种是该区域有一个主要的目标敌人，可以理解为 BOSS， 击败他打开次元门，这样的区域有时有少量的杂兵，有时只有一个 BOSS。 还有一种情况，消灭一定数量的敌人打开次元门，这时通过积累屏幕下方的 Open 量表，量表满了以后次元门开启。5个关卡分别是从地球开始，然后是森之星球、沙之星球、水之星球，最后到机械星球。这些关卡里的区域，有些是在一个很小的封闭区域里战斗，有些是横向强制滚动或者纵向强制滚动的场景，这类场景里通常结合平台跳跃和攀爬，还有一些陷阱。最终 BOSS 有2种不同的形态。这是一款制作相当精良的游戏，丰富的人物动作，多样化的关卡设计，流畅的操作手感，音画水准也很不错。同时游戏又有着极高的难度，这也是导致它在北美并不热门的重要原因。每个区域敌人数量并不多，但几乎都是难缠的对手。充分掌握不同动作的操作方式，并在战斗中灵活使用是过关的必要条件。
对于手残党来说相当的不友好，但如果达到了一定水准之后，战斗会变得很有观赏性。缺点是有的关卡区域里节奏有些拖沓，这部分就欠缺了一些动作游戏的刺激感。个人评价4颗星。龙之斗士，夏目开发的一款横版动作作品，游戏在当时的媒体评价并不高，但现在看来并非如此。当年在日本发售后销量惨淡，失利的原因后来被归结到了发售日期和发行商这2个方面。1990年8月10号这一天，有8款游戏发布，前面介绍的佳作《街头快打2010》也就早了2天，而且夏目自己在当天就同时有2款游戏上市，另一款就是大名鼎鼎的《赤影战士》。本作日版的发行方居然是东和奇，而且这是东和奇最后一款红白机游戏。看过我之前视频的朋友应该了解，东和奇这个名字一度就等同于垃圾游戏。另外在92年还有索菲尔发布了美版。在一个奇幻世界里，邪恶的巫师扎巴翁率领他的怪物大军袭击了曾经和平的巴尔金国，将这个国家夷为平地。巴尔金人的守护神龙鳞决定向扎巴翁复仇，他唤醒了一尊传奇战士的雕像，这位战士前往扎巴翁的巢穴斩杀邪恶的巫师。在横版的场景里，主角用剑攻击，可以跳跃和下蹲，按住攻击键蓄力。当角色的身体开始闪烁时，能释放远程的气核弹。游戏最大的特点是可以变身成龙。屏幕左上方第1行是生命值，第2行是变身的能量槽。在人形状态下不断的消灭敌人，能积累这个能量槽。当变身槽积累到1半以上时开始闪烁，这时跳起后在最高点按住方向键上就能化身为龙。变身后悬浮在空中，屏幕开始自动的向右滚动，类似于横版射击的形式。这时巨龙只能向右射击。变身槽耗尽后变回战士的形态，中途也可以按方向键下加跳跃键返回战士形态。此外，角色有绿色、红色和蓝色3种不同颜色的服装，相当于风、火、水3种属性。每种颜色对应蓄力时的气核弹和变身后的龙弹攻击方式都不一样。初始的默认状态是绿色，蓄力攻击方式是一种沿水平直线飞行的真空弹，射程短但威力非常的大。变身成巨龙的子弹是向3个方向发射的高速弹丸。当拿到了标有字母 R 的道具时，变成红色服装。蓄力攻击是斜向上射出3颗火球，落地后能弹跳，持续造成伤害直到消失。龙弹是发射一枚向下斜射的火焰弹，落地形成火柱，造成范围伤害，但攻击间隔较长。拿到标有字母 B 的道具变成蓝色服装。蓄力攻击类似于制导导弹的投射物，有跟踪的效果。龙弹是能快速连续发射2枚制导导弹。其他的道具还有恢复生命值的药瓶、全灭屏幕敌人的戒指和增加变身量表的龙头。总共有6个关卡，每个关卡末尾击败 BOSS 能获得一根法杖，作用是增加4格生命上限并恢复一定的生命值。最后一关主角没有变身槽，身体呈现为特殊的灰色，自动变成龙并开始高速的飞行战斗，最后面对大 BOSS 巫师扎巴翁。这也是一款高质量的动作游戏，流畅的操作，主角挥剑的动作很快，战士和巨龙2种形态之间来回切换，以及不同颜色的差异化攻击方式，给游戏增添了策略性。画质和音乐的水准都不错，尤其是 BGM 和游戏主题契合得相当好。美观的 BOSS 设计也比较有特色，但关卡的设计比较平淡，略显薄弱，大部分都是从左到右平推，缺少变化。总体来说还是相当不错的作品，个人评价3星半。拉夫世界，听到这个动感的背景音乐，相信大部分朋友都会有熟悉的感觉，它就是这部作品的开场 BGM。 游戏还有一个更广泛流传的名字《星际魂斗罗》，这是 Sunsoft 的一款横版动作射击作品。拉夫世界是日版的名字，本作还有美版和欧版。美版名叫 Journey to Sirius， 前往西利乌斯。几个版本的内容基本相同，但美版的角色是金色头发、没有戴头盔的，这个形象应该更被国内的玩家熟知。日版和欧版是戴头盔的全副武装的形象。这款游戏最初的计划是改编施瓦辛格的经典电影《终结者》，虽然在1988年就拿到了电影的授权，
但在开发的过程中，游戏剧情与原版电影不符，角色和场景也进行了改动，版权最终被撤销。所以游戏的内容里保留了一些原版电影的元素，像是外形酷似终结者 T800 的敌人和一些电影相似的配乐。顺便提一句，游戏的 BGM 并没有使用额外的扩展芯片，而是采用了一种叫做 DPCM 的技术，通过将相邻样本值用作预测值，用更少的内容来表示数据，压缩信息，从而营造出更丰富的音质。故事讲述了在太空历0373年，由于人口增长，地球已经无法独自维持人类的生存，新的太空殖民天狼星计划应运而生。主角杰伊的父亲是该计划的工程师，一场意外导致了整个研究设施爆炸，杰伊的父亲丧生，所有的研发数据也付之一炬，天狼星计划被迫终止。事故后不久，杰伊在父亲的书房里发现了一张光盘，里面包含了天狼星计划的所有数据，还有他父亲留下了一条信息，如果发生不测，父亲希望杰伊继续这个项目。之后导致项目失败的敌方组织再次活跃起来，杰伊出发与敌人对抗。本作的系统比较简单，人物可以开枪射击和跳跃，按方向键下趴在地上，这时也能开枪，但任何情况下射击的方向都只能朝左右两边，不能朝上方开枪。屏幕的左上方有2行量表，第一行红色的 P 是生命值，第二行蓝色的 G 是武器量表。总共有6种武器，除了初始的手枪，使用其他的武器都要消耗蓝色的量表。总共有5个关卡，第一关除了开始默认的手枪，还有一个可以3向发射的霰弹枪。在每一关的 BOSS 战之前，会遇到一个类似精英怪的敌人，消灭它掉落带有字母的道具，拿到后获得新的武器，按下暂停键切换到武器选择界面，用选择键更换武器，得到新武器通常是对付本关 BOSS 的最佳选择。第一关字母 M 是机枪，子弹连发。第二关得到字母 H 的导弹枪，效果是能同时发射2枚制导导弹。第三关得到字母 L 的激光枪，发射一条蓝色的激光。第四关获得字母 G 的榴弹枪，发射1枚强力的榴弹。在场景里有时出现补给道具，红色的补充生命值，蓝色的补充武器量表。最后一关没有新的武器，经过了充满陷阱和传送带的区域之后，先面对巨型的出埃及号飞船，接着是最终的 BOSS 战，一个叫做安卓的金属人。这又是一款高素质的动作射击游戏，最亮眼的部分当属游戏的音乐。在红白机后期 Sunsoft 的音乐制作水准确实有着重大的突破，从阿达一族到蝙蝠侠再到这款拉夫世界，除了开场音乐，每关的 BGM 也都非常的出色。其他的方面像是游戏画面、关卡和 BOSS 的设计也都是上乘的水准，但和初代蝙蝠侠一样，5个关卡的流程略微偏短，个人评价4颗星。钓鱼太郎，这是 Packing Video 发行的一部作品。钓鱼系列算是 Packing Video 旗下代表系列之一了。这个系列的特色是以钓鱼为主题，但又融合了角色扮演中常见的元素。这个钓鱼系列后来发展出了3个分支，分别是河川系列、海洋系列和钓鱼大师系列，还有些其他的关联作品。本作是整个系列的开山之作。整个的系列有一些通用的系统和设定，像是主角要寻找被称之为河流或者海洋之王的鱼类，找出钓鱼大师解决他们的请求和谜团。走过田野和山间的时候，有动物出现需要和他们战斗，战斗获胜得到经验值升级，不仅能提升战斗能力，还能把鱼钩抛得更远。一开始只有低质量的渔具，通过不断的钓鱼并且出售捕获的鱼赚钱来升级渔具，用更好的渔具钓到更好的鱼，如此循环。体力下降时无法将鱼线抛得更远，住宿和钓到的鱼能够恢复体力，但食用有毒的鱼会导致死亡。再来说说本作，一开始主角的妹妹生病了，目标是要捕捉河川之王的鱼来治愈妹妹的疾病。从自家的城镇出发，典型的 RPG 的方式，按 A 键调出类似勇者斗龙的菜单，但和常规的 RPG 不同的是，菜单里的对话指令被放在了第3项，前2项是钓鱼的鱼饵和渔具，右侧的3个选项分别是吃东西、查看拥有的鱼和道具。城镇里也是钓鱼和鱼贩这类商店。来到城镇外的大地图上，随机御敌，切换到第一人称的回合制战斗。
右上方的3个指令选项分别是战斗、吃东西回复和逃跑。比较特别的是，当选择攻击指令之后，敌人的周围会随机闪现白色的小点，当白点落在敌人身上时，按 A 键发动攻击才能造成伤害，否则就会错过。白点闪现的速度会越来越快。当然，最重要的还是钓鱼。来到河边，按 B 键抛竿，可以在菜单里更换鱼饵或者渔具。选择鱼饵时，后面带有星号的类型是适用于这个区域的。抛出鱼竿后，出现一个特写画面，当鱼饵的周围冒泡，说明有鱼正在附近。等待浮标被拉下水的瞬间，按 B 键，然后切换到水下的画面，不断收线将鱼钓上来。也可以使用右上方的选项。鱼挣扎一段时间，有可能会跑掉，这时会损失一些体力。如果将鱼拉到特写画面的左上方，就能钓上来。至于钓鱼过程中什么时候收线，什么时候放一放，除了能看看鱼的动作，感觉也没有什么规律。按照这个套路，钓鱼赚钱，升级渔具，同时按照流程不断的来往于上下游，还会出现新的城镇，直到达成最后的目标。作为一款钓鱼为题材的游戏，早年在国内是不可能成为热门的，但整个系列发展下来，有相当数量的忠实粉丝。游戏的这套基础系统很有意思，不过这个 FC 版的初代作品还需要发展，红白机上只出了这一部，有一个 PCE 的重制版，后来超任上包括关联作品出了有4-5部之多。虽然节奏很慢，但这个系列也对后来的生活种田类的游戏产生了影响。个人评价3颗星。日本第一名教练，这是一款棒球主题的游戏，但不是棒球游戏。本作是阿斯米克开发发行的，类型属于策略模拟。之前介绍过一款 ASCII 的棒球模拟，属于同一个类型，说是从电脑端移植过来，当年在电脑端的人气很高，但因为这个版本实在是太冷门了，我都没有查到对应原版哪款游戏。玩家扮演一支球队的老板兼教练，经营球队并排兵布阵的双重角色。首次游戏时要先建立一个联赛，给自己的球队起名字，然后分配属性点数，有4项属性，包括魅力、领导力、体育场和训练。4个项目都有一个基础值，剩余的额外点数自由分配，然后选择另外5支队伍组成联赛，之后就可以开始联赛了。在和其他的球队比赛前，可以调整自己的队伍，有额外的10点数值提升球队的实力，还有可以使用的管理金，能训练特定的球员，让他们休息，改善训练设施，宣传粉丝俱乐部，带团队吃饭或者是发奖金，还能研究其他球队的情况。进入到比赛内，从一个斜向的俯视角显示赛场的情况，这个视角是固定不变的。比赛的呈现也比较简陋，但重点是布置战术，调出战术菜单，进攻时指挥击球手如何击球，跑垒员盗垒，投手投球，调配阵容等等。除了这些，大部分的时间都是观看比赛直到结束。完成比赛后，无论胜负都能获得一些积分来提升球队的实力。按照这种方式循环，不断的提升队伍，指挥比赛。整个联赛的周期内可以花钱买别的队伍的优秀球员，也有可能被对手挖墙脚。玩过其他体育项目模拟经营类的朋友应该能发现，这就是同一种框架，只不过放在1990年的红白机上显得过于简单了。棒球题材的模拟经营对我也实在是有些缺乏吸引力，个人评价2颗星。平行世界，一款益智解谜类型的游戏，由 Vario 发行。这家公司在红白机上发布的游戏数量不多，不过之前也介绍过几款他们的游戏。没有太复杂的故事设定，男孩和他的女朋友突然被吸进了一个平行的异世界。他们来到一座城堡前，离开这个世界的唯一方法就是解开这里所有的谜题。可以双人游戏，1P 玩家控制男孩，2P 玩家控制女孩。游戏分成20个主题，总共有100个关卡，每个关卡里的目标都是在倒计时结束前开启画面左上方的门，然后进入。固定画面的俯视角显示，场地被划分成了12×8的方格。想要开启左上方的门，先得拿到钥匙。通常消灭该场景的第一个敌人就能拿到钥匙。消灭敌人的方法有3种，最常用的是推动平台碾压他们，到了后面还会出现敌人待在平台上面，这时将他们隔开几秒钟就能消灭。第3种方式是通过放置炸弹消灭敌人。拿到钥匙开门后，
要进入门内还需要搭建道路，有些平台上有类似管道的路径，可以推动这些平台或者旋转它们，变更管道的连接方向。但角色只能够通过白色方块图案的平台才能够爬上爬下，这种白色的方块不能移动，因此得将白色的平台和大门用道路连接起来。消灭敌人除了拿到钥匙，还可以得到其他种类的道具。计时的沙漏可以增加关卡的时间，还有增加分数的宝石。角色的头像增加一条生命。雨伞的图案直接通过当前的关卡。如果拿到龙头形状的道具，过关后进入奖励关卡。在奖励关内，所有的方格都由带有路径的平台组成，通过不断的旋转方向获得宝石，然后和正常关卡一样过关。不同的主题场景会面对不一样的敌人，他们有不同的行动模式和攻击主角的方法。有时还能看到特殊图形的平台，像是推动后滑得很远，或者挪动后才能显现的问号。这款解谜游戏的玩法还是很不错的，一边对付敌人，一边搭建道路。不同的主题内容也算丰富，但感觉画面的帧数比较低，动作不连贯，也有些影响操作。个人评价3颗星。机器人引导赛又是一款益智解谜类型的游戏。最近这几期解谜类型的游戏还真不少。本作是由三立电器开发发行的，这家公司是三立电机和世嘉的合资子公司，自己主导开发的游戏数量并不多，早年间还参与了一些世嘉街机作品的开发。本作的原名叫 Pipa Time， 虽然这个中文译名没有按照原名来，但机器人引导赛这个名字体现了游戏的玩法，算是没有瞎起名。和上一部作品类似的构建道路，同样类似的视角，但玩家并不能控制场景里的小机器人，它会自动的沿着道路前进，能做的是要操控屏幕上闪烁的光标，在光标所在的位置按 A 键，这一块的方格会被挪走，并呈现成空缺的水面，而被挪走的方格会出现在最后一个空缺的位置上。如果是每一关第一次移动，方格通常出现在靠近角色的空位。用这种方式调整道路，让小机器人先拿到钥匙，然后移动到帐篷所在的方格就可以过关。但得注意，只有蓝色的方格才能挪动，粉色的不能移动。机器人走过时会改变这个方格的颜色，虽然不能操控它的方向，但按 B 键可以加速移动。要注意躲避敌人和避免掉到水里，同时移动会消耗油量，就像一个倒计时显示在屏幕的左上方。场景里有时也有补充油量的道具。机器人自动行走的模式有些复杂，只有一条路的时候很简单，它就沿着路走，如果路被挡住就会掉头。当出现 T 字形的岔路时，它有时往左，有时往右，还有 T 字形的断头路的情况，感觉有一些随机性。当出现在十字路口的时候，还是优先的沿直线。关卡的总数是50关，这些关卡的主题都是一样，只是道路的排布不同。另外有几种不同行动模式的敌人。相比刚才介绍的前一个同类游戏平行世界，虽然有相似的地方，但本作在游戏性和内容的丰富程度上都要差了一些。初上手的时候可能会有些难以把握，但只要掌握住几个要点，过关的方式都差不了太多。后面关卡的重点可能就变成了怎么封锁道路，避开敌人。玩法上还不太成熟，需要进一步的探索。个人评价2星半。赤影战士由夏目开发的经典横版动作作品，当年以水上魂斗罗而闻名。在所有蹭魂斗罗热度的盗版名字里，可能赤影战士是和魂斗罗区别最大的，因为它压根就没有开枪。由于种种原因，游戏的日美欧3个版本使用了3个不同的名字。日版如果按照原名黑暗刺客影，这个翻译可能更贴近于北译。美版的名字是 Shadow of the Ninja 忍者之影，美国人对忍者更加的迷恋。欧版的名字 Blue Shadow 蓝影，这个名字最没有特点。在游戏内容上几个版本稍有区别，最主要的是日版和美欧版本的敌人设定，像是开始的敌人日版要打2下，NES 版只用打1下，以及一些敌人的位置摆放差异。AD 2029年，美国被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加鲁达皇帝独裁统治，许多人冒险想要进入推翻加鲁达，但无一人返回。
但有一天，来自伊贺一族的2个忍者疾风和风姬突破了严密的防御，潜入刺杀加鲁达。开始游戏的时候，可以在疾风和风2个人物之间任选，能力没有差别，也可以双人游戏。除了常规横版动作游戏里的奔跑、跳跃、爬梯子和蹲伏这些动作，角色可以抓住悬垂物并在下方移动。初始的武器是忍刀，攻击范围较小，要与敌人持续近距离的交战。从道具箱内能获得另一个主要的武器锁镰，结合方向键能向上方和斜上方攻击，攻击距离更远，但判定的范围仅限于尖端。使用2种武器在获得相同图案道具的情况下，可以强化升级，最高升3级。忍刀升级后攻击附带冲击波，继续强化冲击波距离更远。锁镰强化后增加攻击范围，然后是附带短程的冲击波。另外能够获得2种数量有限的投掷武器，手里剑可以触及屏幕的边缘，还具备追踪的能力。手榴弹在地板上弹跳和滚动，接触墙壁或者其他表面时爆炸，造成多段的伤害。当角色剩余的生命值大于1半时，按住攻击键几秒钟，可以发动必杀雷电技，对屏幕上所有的敌人造成巨大的伤害，但同时消耗大量的生命值。其他道具还有回复生命值的药瓶以及后期的卷轴等等。总共有5个关卡，每个关卡又分为几个阶段。除了关卡末尾的 BOSS， 还有可能出现小 BOSS。从游戏发售的时间看，在这之前有忍者龙剑传和蝙蝠侠。摄影战士在风格上有点类似2者的融合。游戏并没有什么特别新鲜的元素，但它胜在扎实和精良的制作。人物的基本动作很多，跳跃、悬挂、攀爬，操作连贯，一气呵成。敌人数量不多，但位置和类型都安排巧妙，关卡变化迅速，背景多种多样。这些结合在一起，游戏的难度平衡的恰到好处。很多时候靠蛮力是无法奏效的，需要巧妙应对。难与不难可能只在玩家的一念之间。在元素极其有限的8位机时代，这样的设计让动作游戏回归了本源的乐趣。画面和音乐也是高水准， BGM 明快的节奏当中略带一丝颓废，具有独特的魅力。对于90年的作品来说，流程略为偏短，个人评价4星半。好了，以上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。如果您喜欢这个系列，还请多多点赞、评论、订阅和关注。感谢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